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那各位也知道啊，近期我们一直在讨论这 KVK 匹配的事情，然后有一些王国，他们可能已经匹配结果已经出炉了，但是他们认为匹配的结果不是很合理，所以他们都投票取消了 KVK 的匹配结果。所以这一次呢，可以看到策划他们开了一个专门的话题，就是说关于匹配系统的一些 Q&A， 看他们之后会有什么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因为这个问题再不解决的话，其实问题还蛮严重的。因为近期我看到有一些创作者就有说到，他们平时都会有直播，之前直播的时候可能他到处去看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王国他们正在 KVK， 就是说至少他还是有内容可以制作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有不少的王国因为匹配的问题而毁灭了，而导致他们陨落了。就比方说960，就变成说之后的创作者可能就没有 KVK 可以看了。而且重点，这个游戏的核心就是打仗打 KVK， 然而你的匹配有问题，造就成可能多数王国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KVK 的话，那么很大可能这个游戏距离灭亡也不远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那么首先这里第一句话也是讲他们近期也是发现到有匹配的问题啊，也是有不少的玩家讨论，所以他们专门讲了这个话题。那首先第一个 Q&A 就有说到 KVK 匹配机制需要大改进，匹配对机制的透明度不足，不同阵营之间的数据差距过大，影响了游戏的整体体验。策划回答：感谢你的反馈，对于部分玩家在近期 KVK 中遇到不愉快的体验，他们深感抱歉。关于数据透明度的问题，他们发现大多数玩家关注的数据往往跟他们实际用于匹配的数据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下面就有列出他们计算的顺序啦，那你们可以看到他刮胡这边就有写到他们是怎样计算的。 OK， 首先就是玩家的整体战力，实际的战力，还有玩家的人数。但是他这边玩家的人数他是说 open field， 就是说实际上有真正去打仗的玩家啦，还有玩家最近提升的战力，玩家近期的战斗表现，还有水晶科技的购买量等等，这些作为考虑的。所以他水晶科技是最后才考虑的，所以优先他们的那个匹配想法呢，还是玩家的战力优先啊，再来就是活跃度，后面才是氪金啊，氪金是排最后的。但是其他的数据呢，玩家是比较难获得的。有不少的玩家他们专注的数据呢，都是在王国的战力还有王国的击杀，而且他这边说的是历史击杀，就是你们的总击杀，而不是说近期的击杀表现到怎么样。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的原因啊，就是可能我们看到哇对方的击杀很高，那就表示说他很能打，但是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了，你的击杀高不代表说你真的可以打赢 KVK， 或许击杀高是表现了你这个玩家是真的很能打，但是这个也是总计算的那个击杀而已，人数不足还是会有差距存在的，这往往导致匹配结果看起来比实际更加不公平。他们计划透过 ROK 工具包，就是之前我有介绍过的，你们可以点击不告版就可以查看到那个数据，以便管理层能够更加了解匹配结果背后的原因。所以那个工具栏他们设计出来的原因是这样子，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说啦，就算他们是有考虑了这么多因素了，那个匹配结果还是不合理的。就比方说最近好了有蛮多失败的案例的，像1093那一场 KVK， 2377的 KVK， 你们觉得匹配合理吗？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随着先锋王国的数量减少， KVK 注册的次数越多，他们会考虑降低 KVK 注册的频率或减少地图的数量吗？或者是在 KVK 匹配报名阶段的时候增加更加多的王国，可以提升匹配的品质？那么这边策划的回答，他们之前有调整过 KVK 的频率，根据玩家的反馈还有社区那边的讨论，大家对于这项调整的看法不一。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在对 KVK 注册的频率进行调整，以收集更加多玩家的意见。根据调查结果，他们将会做出调整。所以这边他回答跟没有回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个人觉得。下一个问题，这里我还没有开始念之前呢，
我已经看到有玩家到站了。新的水晶科技做了重大的调整，放大了数量的优势，就是说现在只要你的玩家越多，你更加有优势。他们的王国人口算是比较少的，在与玩家人数更加多的王国进行对抗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策划回答，他们已经注意到水晶科技重置版带来的战场变化，未来他们将计划调整活跃玩家人口在匹配演算法中的重要性，以更好的适应当前的 KVK 环境。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想要把更加多的玩家放去那个王国里面吗？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啦，当然也是要平衡啦。我觉得到站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水晶科技的问题吧，大家都不想要水晶科技了，所以才给了这么多的到站。下一个问题，在匹配过程中，阵营平衡应该得到更好的保障，避免某一个阵营强弱不均匀的情况。就比方说3个阵营是强的，一个阵营是弱的，或者是3个阵营是弱的，一个阵营是强的，这可能就有一点像2377的 KVK 这样子的情况啦，就是 G3 阵营人很多，但是是非常弱的，606可以直接把他们给碾压的那一种。这边策划的回答，他们匹配演算法主要是考虑整体的统计平衡性，当然他们也能理解从玩家的角度来看，即使一个阵营里面由多个王国组成，并且在数据上面是保持平衡的，它依然很难跟一个数据相当的王国作为竞争。未来他们计划调整演算法，以适应这种情况，追求阵营构成更加平衡，比方说实现4个阵营的均匀分布，或至少实现2强2弱的平衡性。他这边是这样子讲啦，但是之后会变成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我还是看到这边有3个玩家到站了，可能之后还会更多。那他这边的回答呢，其实就有一点像之前我忘记是哪一个王国，好像是1818所讲的，就是你看到表面上的数据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真正的表现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才会提到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这边看到的反应比较多一点，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多的反应。那么在一开始我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东西了，代打对目前 KVK 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影响，没有他们很难保持竞争力，但依赖他们也很难维持一个稳定互相联系的社区。那这边策划的回答呢，我就知道为什么玩家的反应这么激烈了。他们很快增加战斗狂热持续时间限制功能，希望有助减少野战持续战斗的时间。目前这个功能只会在少数新开放的 KVK 中进行先锋测试，根据玩家的反馈和测试结果，他们将会进一步的改进，然后再推广所有的王国。除此之外，他们将继续尝试调整战场环境和 KVK 节奏，以减轻代打对于整体战斗的生态系统的影响。战斗狂热功能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很理解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他这边所说的限制呢，可能就会有做到一些影响。这里我做一个推测，有可能就是说之前我们的战斗狂热可以一直不断的持续，只要你有攻打敌人的话，你就会有这个争议。但假设说如果官方它之后限制了这个功能，可能玩家就没有办法一直长时间都有这个战斗狂热的提升。那战斗狂热当你们触发的时候，它是一个3%的攻击力提升，像我们一般玩家的话就会持续15分钟了。那我觉得它这个部分可能不会改动，它可能会改动的地方就是比方说我们持续触发了战斗狂热多少次，或者是持续触发了多少的时间，可能就会有一个限制，让玩家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个争议，继续战斗就变成说它的那个攻击力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你依旧还是可以战斗。我个人理解的情况是这样子，但因为它这边没有讲的特别详细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需要等官方的公告，又或者是一些测试版的伺服器他们推出了这个功能之后，我们才可以深入的再继续讨论。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这边表情有这么多，因为如果这个功能正式推出之后，或许有一些玩家会支持，有一些玩家会反对，特别尤其是那些代打的玩家，他们肯定会不开心啦。但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到游戏的环境呢？会不会减少代打的问题存在呢？因为依旧还是可以去野战的，只是它少了这个狂热状态，所以这个我就不清楚啦，这个还是需要等官方公告。最后一个也是有不少的观众跟我提到的这一点，就是问他们可不可以改变 KVK 的奖励机制，因为现在只要你打输了 KVK 之后，你的代价就会很高。有不少的王国都试图在外交阶段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可以获得胜利，就是跟一些比较强的王国合作，这个确实也是有这个问题存在。但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失败的王国而已，就连胜利的王国也是如此。这个在之前我做1093反馈的那个报告万人血书的那个
影片中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其实到现在为止 KVK 的奖励机制呢还是很不公平不合理的。没错，你胜利的王国，你拿到最终奖励的王国，确实你的奖励是很丰富也是很多的，但是帮胜利的王国获得奖励的那些王国，他们获得的奖励数量是不合理的，是很少的，尽管后来他们改动了还是很少。对于那些失败的王国更加是惨，所以我觉得其实官方他们可以设计 MVP 之外还可以设计 SMVP， 就是那些失败的王国但是他们表现很好的话，其实可以分配一些奖励给他们，就比方说胜利的王国或许他们可以拿到最终奖励，他们可以拿到专属铭文，这些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奖励嘛，可以提升你自己的。但那些输掉的王国，我觉得至少可以返还他们差不多一半的资源或加速，或许他们还会比较尽力的去战斗，也会比较合理一点，还不至于让他们亏损这么多，让他们之后的 KVK 也能更好的去发育，更快的进行下一次的 KVK， 也不需要一直去报名 Recovery KVK。 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动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而已啦，可能有想到不周到的地方啊，这个还是需要多数的玩家提供自己的想法。但是这边我们看到策划的回答呢，就是一样啦，有回答跟没有回答没有什么差别。这里说感谢你的反馈和建议，他们注意到一些王国在 KVK 中用了外交手段制造了必胜的局面，这不是他们想要玩家获得的游戏体验。目前他们正在探索调整 KVK 奖励系统，以减少类似的情况发生，并提升失落之地王国的整体体验。一旦他们的计划通过了之后，他们将会通过策划面对面的方式再跟大家确认，分享更加多的细节。 OK， 所以这一次关于 KVK 匹配的问题就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边我要补充另外一些东西，官方那个贴文发布之前呢，其实俄罗斯父子就在不久前也是发布了这个贴文，当然他这个贴文只是写越南文跟俄罗斯文啊，我们需要翻译一下。那这边看到似乎俄罗斯父子呢，他们是有联系到策划那边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人员，所以他这边知道最近会发布 KVK 匹配算法的一些公告，所以他是提前比我们知道。也有可能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 KVK 匹配的反馈是由俄罗斯父子的观点去做出的反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些回答呢，其实比较偏向于先锋王国啦，还有2377他们遇到的情况。为什么今天这个影片我多数的案例都是拿2377的情况来作为比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俄罗斯父子就有讲到他们将会对上一次 KVK 进行详细的分析，近期他们将推出这个护身符，应该是军器的意思活动，帮助新玩家追赶老玩家。关于近期 KVK 的补偿，他们将继续讨论还有什么补偿。难道他认为说他们的匹配结果不合理，所以他在跟官方那边讨论说要他们补偿什么之类的吗？那最后他就有说到莉莉丝已经听取了游戏社区的所有问题，并承诺将努力使游戏变得更好更公平。现在游戏的情况好像有点糟糕，但至少从那边看下来，俄罗斯父子应该不会直接离开游戏的，因为至少他们是肯去跟官方那边联络嘛，肯谈判嘛，就说还有改进的余地，不至于说我对这个游戏失望透顶了，我不想要玩了的那一种感觉。但是这个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先锋王国而已啊，多数王国都有遇到匹配的问题，所以我是真的希望可以改进啊，不然这个游戏真的玩不下去了那匹配的问题一直发生。所以各位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